都说日本是全世界最注重体面、最讲究秩序的国家，干净更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社会名片。可是谁能想到，就在最近，东京最繁华的池袋商业区，竟然上演了一场让人大跌眼镜的卫生公的危机。新开业的超级商场，连续6天在扶梯、收银台遭遇了神秘人的恶意污染。难道这曾被全世界吹捧的整洁神话，在今年真的要开始现原形了吗？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来聊聊这2天在网上被传的沸沸扬扬，甚至有点荒诞滑稽，但背后细思极恐的东京池袋名场面。事情的暴风眼位于东京池袋站东口。今年的6月30号，日本家电巨头友多巴西在这儿开了一家营业面积高达 3.3 万平方米的超级旗舰店。从地下1层到地上6层那叫一个气派那刚开业的时候呢，全东京的羊毛党都去挤爆了。可是结果呢，开业才刚刚过了3天，大伙在网上讨论的重点突然就从这个家电打折变成了极其猎奇的卫生危机。那根据日本社交平台上的大量爆料7月3日的前后，这家商场的1楼到3楼的自动扶梯区域突然出现了来历不明的污物。还没等保洁阿姨缓过劲来呢，第2天4楼的收银台附近又发生了同样的惨剧部分区域甚至被迫紧急封闭。当时更绝的是商场还恰好碰上了局部停电，一堆日本大牌的中产时尚辣妹不得不打着手机电筒，在黑灯瞎火里小心翼翼地绕开地上的污染区域。那个画面要多荒诞有多荒诞紧接着7月7号4楼男厕所的墙面中招了。7月8号更有人爆料说污染开始沿路分布。网友们一总结，好家伙，这不就是池袋遭遇连续6天恶性污染袭击的现代都市怪谈吗？甚至网上还疯传了一段便利店的监控，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年轻女孩走进店里，她不买东西绕到冰柜后面蹲了一会儿，然后拍拍屁股绝尘而去。那一时间全网都在传日本人这是怎么了呀？心理集体失衡啦？还是说曾经震惊世界的日本整洁神话终于要在今年彻底现出原形啦？那今天呢，咱们就扒开这层荒谬的迷雾，看看在这个离奇事件的背后到底撕开了日本社会怎样一层不为人知的底色。事情闹大之后呢，友多巴西池袋店的奇葩设计首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这个日本网友爆料说这家巨型商场为了降低清洁和维护成本，同时防止路人单纯跑进来白嫖厕所，竟然把低楼层的公共洗手间全都给砍了，主要的厕所全部集中在4层及以上。大伙想想这低楼层呢，它往往是客流最密集的区域的，里面呢不仅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孩子孕妇。如果有人出门在外，突然这个肚子疼紧急需求上来了，结果呢1楼没厕所，2楼没厕所，3楼还没厕所你让人家憋着一口气爬到4楼去排队这哪是商场设计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膀胱极限挑战。于是呢，有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故意破坏，就是被这奇葩的商场设计给活活逼出来的人间悲剧。但更精彩的是日本社会各界的反应。事情发生之后友多巴西官方一如既往的发挥了日本企业祖传的工匠精神，那就是冷处理面对媒体询问，直接来一句无法确认事实，暂不评论，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而日本的网民在信息真空之下，想象力彻底放飞了有人就猜测这绝对是竞争对手送来的开业大礼，是同行为了打击新店客流搞出来的恶性商战。那池袋呢，本来就是家电数码的兵家必争之地，把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扣到同行头上也是没谁了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在没有任何官方调查结论的情况下，日本网络上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熟悉的操作，甩锅给外国人。一堆人跳过调查，在评论区带节奏，言之凿凿的说这绝对是外国游客干的，这肯定是外来移民故意来破坏形象的。看到没有，这就是真实的日本舆论生态。那不管是出了什么难堪事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反思自己，而是习惯性的寻找一个最方便攻击的外界靶子，把所有的脏水和责任全都往外推。这种精致外表下的狼狈和狭隘，才是这场池袋风波里最滑稽的演技。那话说回来几起极端的公共卫生事件，真的能推翻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垃圾分类严格、街道一尘不染的日本吗？
我跟大伙儿说句大实话啊，日本的街道干不干净先不说，那就算是干净的街道，并不代表这个社会的内部没有病啊。相反现在的日本社会正在被越来越恐怖的经济和精神高压逼出一堆心理防线崩溃的极限个体。咱们别看网上的自媒体吹水咱们来看日本官方自己公布的硬核数据。那现在的日本经济压力已经达到了普通家庭快要窒息的地步呀。由于这个日元的持续贬值和全球通胀，日本国内的物价飞涨在过去的3年里日本5000克装的大米价格整整翻了1倍，鸡蛋价格暴涨了 26%， 各种涨价的食品超过了2万种日本最新的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老百姓吃喝花销占总支出的比例，已经一路飙升到了 28.6%。 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日本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薪水越来越大的比例只能用来勉强的填饱肚子了，普通家庭的消费空间被极大的挤压。那除了这个口袋里没钱，日本家庭内部的撕裂也是到了极致。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日本女性承担家庭内部无偿劳动的比例高达 84.6%， 在所有发达国家里排名第一。而日本男性每天的家务时间只有可怜的41分钟。各位，咱们把这些数据拼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日本底层生态。物价在疯狂的暴涨，薪水在原地踏步，外界的职场在疯狂的加班，回到家里还有做不完的家务和育儿焦虑。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把每个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在这种极度压抑、焦虑甚至看不见未来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情绪是极容易走向失控和崩溃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默默忍受，但总会有那么一些心理防线彻底瓦解的个体会用最极端、最反社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恶劣行为来宣示自己内心的疯狂池袋商场里的污迹不是什么偶然的意外它更像是日本高压底层社会因为承受不住重压喷涌而出的一口恶臭的毒气。那可能有些对这个日本带有滤镜的朋友会说，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这就是个偶然的素质问题，怎么还上升到社会体制和极端心理了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在地方上还真不是第一次了日本在这方面有着让人头皮发麻的黑历史前科的。咱们回到2021年的10月8号，日本的爱知县冈崎市的一所公立学校里，那当时呢，学校的校长在午餐时间进行例行检查，当他走到职员室准备查看教职工的餐食时突然闻到了有一盘菜散发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异味，而且颜色呢也明显不对劲儿。校长当机立断把这盘菜扣了下来送去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惊动了日本警方，菜品里居然被检测出大量的有害病菌到了2022年，警方彻底查出了真相，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女性学校职员。这个年纪轻轻的女职员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大，对学校心生了怨恨，竟然涉嫌在全校教职工和校长的食物里直接混入了不洁的污物而且呢，她可不是搞了一次后来案件细节披露她甚至是多次下手就是为了报复社会。这可是记录在案的真实案件。一个原本应该温良恭俭让的公立学校女职员，在日常高压和扭曲的心理下，能做出如此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荒谬勾当。所以呢，再看看今天东京池袋商场发生的风波你还会觉得这只是个意外吗？在那些外表精致礼貌鞠躬的体面人皮之下，到底积压了多少因为社会高压而产生的失衡心理和反社会人格？外面的秩序做得再好，如果内部的分工和经济结构已经烂掉了，那这种秩序就注定只能维持一个脆弱的表面。各位，聊到最后我们得看看这场池袋风波真正撕开的到底是什么。它真正撕开的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日本卫生神话，而是一个建立在高成本、高压迫之上的社会遮羞布。正是因为底层经济的崩溃而走向失控。那长期以来，很多公知大 V 最喜欢吹嘘日本的国民素质，说日本的街道没有垃圾桶却一尘不染，说日本人的自律是刻在骨子里的。但他们从来不敢告诉你这种所谓的高素质本质上是建立在过去日本发达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及每个人都极度压抑自我、疯狂服从集体规则的前提之下的。而现在的现实是日本的经济红利早就吃完了，大米翻倍，物价狂飙，恩格尔系数暴增。当底层的普通人连饭都快吃不起工作到甚至连去4楼上卫生间的基本尊严都被商场剥夺的时候，
你凭什么要求他还要继续为你维持那个高高在上的文明人设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底层的柴米油盐开始让人崩溃啊，那层由精致、礼貌、干净编织出来的虚幻社会遮羞布，就会被底层民众挤压出来的愤怒和诬告给彻底冲得稀烂。池袋商场的这一滩污渍啊，就是给那些至今还沉迷在神话里的人一记最响亮、最荒谬的耳光。他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啊，脱掉了那层靠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文明外衣，面对生存的重压和变态的体制啊，谁都没有比谁更高尚啊。那最后呢，对于这场东京池袋爆发的荒诞风波，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日本的这种遮羞布文化还能在通胀的重压下撑多久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